重生后，我靠着预知未来的能力，知道 TT 出行上市后会迎来暴跌，一个绝佳的做空机会即将到来。叶哥 ，TT 出行真的会出事，而且是在上市后出事。怎么着？叶哥，这要是 TT 出行在上市后出现暴雷状况的话，那 TT 的股价暴跌对咱们来说岂不是一个机会？你小子在这方面的脑子倒是有够灵活的，准备钱吧，一个绝佳的做空机会即将到来了。叶哥给力，什么时间开始？喂，叶大少。叶总，不，该叫林总才对了。林总，你要是愿意拿我叶成英当哥们处的话，以后就别叫什么叶大少了。且不说别的，就冲你现在的身份，再叫我叶大少，显然不合适了。你说是这么回事不？各论各的得了，就算是叫你叶大少，那也不影响咱们出哥们，不是吗？至于你，还是叫我叶总得了，或者直接喊我叶松。闻言，电话那头心思素来都有着八面玲珑之说的叶成英，似乎也从叶松的话中听出了叶松的一些态度来，旋即笑道：“对，那就尊重叶总的意愿。不知叶大少一会儿有没有空呢？我跟张强、海滨在一起，咱们去鸿雁酒楼一块吃个晚饭。”行，那我这就过去。看到叶松重新放下手机后，张强立马道：“叶哥，要和叶大少一起吃饭。难得有机会凑到一块，你跟他混熟一点，终究不是坏事。日后遇上什么事的时候，好找他帮忙给解决。”闻言，一股交织着感动的暖流再次从张强心间流淌而过，只不过内心深处的千言万语到最后只能化作重重点头。那啥，叶哥，我先上个洗手间。去吧。看了一眼张强那走远的身影后，叶松突然挂着一抹玩味笑容看向李海滨。海滨，你今天是不是显得过于拘谨反常了？怎么，是对我产生隔阂了不成？在叶松那充斥着笑意的玩味眼神下，李海滨错愕半晌，最终苦笑不已。叶哥，有吗？关于我的身世一事，你已经得知了吧？李海滨表情复杂的挤出一丝笑容来，点了点头。之所以表情复杂，是因为他不傻。既然叶松问出这么一句，显然是也已经知晓他的家世背景。叶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你送给我的那张紫金黑卡，恐怕不是区区一个商贸公司的老总能够做到的吧？还有朱武、宋宇这二人，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们的前身应该是紫禁特勤，也就是传说中的紫禁保镖吧。另外，咱们一而再的在美股上进行做空抄底，全是你一手负责的，没有那种手眼通天的能耐，根本不可能成功操作出50倍杠杆。还有南山法院施压，也是你在背地里帮忙找来的大人物吧？不过我虽然猜到你的来头不简单，但却万万没想到你是李千红李老爷子的孙子，更没想到你是李元哥的亲弟弟。既然如此，那叶哥你为什么不问我？你说呢？不是我想着去瞒你们，而是怕一旦坦白之后会影响彼此间的关系，会在无形中产生一道隔膜。现在毕竟叶哥你的身世之谜已经揭晓，所以就算挑破，咱们之间也不至于有任何的隔膜。不过叶哥，咱俩相互坦白可以，但张强那边还是不适合让他知道，我一直都担心他会察觉到什么异样，从而生起怀疑来。放心吧，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这8个字，张强只占前面4字。啥意思？意思是他太虎逼了，就他那大烈的心眼，他察觉不了异样，更不会有怀疑之说。说的也是。这时，张强也从洗手间走了回来。叶哥，你俩说啥呢？怎么远远就看你俩在不停的聊着？说你缺心眼啊！要是说我缺心眼的话，那我得认。不过我觉得像我这种程度的缺心眼还是挺好的，至少不用伤那么多的脑筋啊。叶松等人与叶成英寒暄后，叶大少，信我吗？就目前而言，我是信你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说这么多。要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都是 TT 的商业机密。行，信我就行。在 TT 出行赴美上市之前，甩掉手中的股份，把自己从 TT 出行中摘出身来吧。什么玩意？甩掉 TT 出行的股份？不是，叶总，就现在而言，一旦 TT 上市，我手上的股份届时会迎来价值暴涨啊。还是那句话，要是叶大少信我的话，那就甩掉股份摘身出来；要是叶大少不信的话，那就纯当我是满嘴跑火车瞎白话了。3天后，叶松李团便在朱武、宋宇的护送同行中前往机场飞往燕京附近。孩子，对不住，让你流落在外受了这么多年的苦，林家对不住你，是林家对不住你啊。林老，孩子，你叫我什么？叶松为之一愣，下一秒适才生硬地喊了一声爷爷。好啊，这些年苦了你啊。爷爷眼中了，苦不苦的都走过来了。再说，若不是这些年的磨难，或许我也不会有现在的今时今日。老爷子，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阿松的媳妇，也是您的孙媳妇李团团。爷爷好。好，团团，关于你跟松儿的情况，爷爷都有了解过。咱们老林家感谢你这些年的付出，感谢你陪他一起走过的风风雨雨。此刻身上再无半分那种上位者的气场，
再不是那个一道眼神就足以让林家上下汗毛直立的林家之主。此时的林朝阳就仿如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言语声中尽是那发自肺腑的由衷真诚。小家伙，月月呢？爷爷，这次正赶上月月感冒发烧，就没让他来。下一我把他带来见您。随着叶松的话落，林夕立即玩味地看着叶松笑道：“我是该叫叶总好呢，还是叫你老弟比较好？既然你已经跟你爸妈相认，跟咱们老林家上上下下都相认了，那你打不打算把姓氏身份改回来？”伴着此言一出，一众林家人迅速把目光聚焦到了叶松身上。显然，林家上下都是极为在乎叶松接下来的回答。毕竟跟林家失散30年的叶松，现如今已是回归到了林家。建立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林家上下固然是希望叶松能够正式认祖归宗，把姓氏更换回林姓的。感受着林家众人的目光聚焦，叶松淡淡一笑，摇了摇头：“我觉得暂时还没这个必要。没必要。首先，我暂时还不想我的真实身世搞得天下皆知；其次，我也不想给林家添麻烦。毕竟我的口碑在许多人眼中暂时不是那么的好。关于我的发家史，关于我的资产来源，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人用一种恶意的揣测去带节奏。若是我与林家相关的事儿人尽皆知，想必难免也会把林家推到风口浪尖上，从而遭到舆论的攻击。所以我觉得暂时没必要去琢磨改名的事儿。关乎林家想让自己改姓的事儿，他早就意料到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并不打算去迎合林家。再就是，如果真是身份对外公布，不单是会把林家推到风口浪尖，他叶松同样得面临一大堆的没必要困扰。所以，更换姓氏一事并不在他的考虑中。虽说我林家并不在乎什么舆论、什么风口浪尖的，但我还是尊重你的决定，不改就先不改吧。那在4-9城中进行一场认亲仪式是要的吧？至少得让咱们知道阿松是三叔的亲生儿子，是咱们林家的血脉子嗣吧？松儿，你看如何？还是算了，所谓的认亲仪式意义不大，说句难听点的，那就是场面程序罢了。对我而言，只要知道自己的出处就够了，不想过于被瞩目。再就是，如果在4-9城中开展认亲仪式的话，那么这跟昭告天下也没什么区别了。也罢，那就尊重你的选择。与此同时，山青市李海滨办公室，什么？你还没把你的股份处理？海滨，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掏掉股份不难，但一旦你的叶哥失算了，你可知这对我造成的损失有多大？那你又是否知道叶哥现在就已经在筹备等 TT 出行赴美上市之后对他进行做空的事儿？什么？你说他准备等 TT 上市后就对 TT 进行做空？不是，他怎么就笃定 TT 上市后股价会暴跌了？这次赴美上市对 TT 来说也是多番权衡了几年才做出的决定。而在 TT 过去一直以来的布局之下，即便还未上市，可在无数资本的眼中已经成为了一只强力股，足以让 TT 市值暴增的强力股。一旦 TT 上市，放眼整个股市恐怕找不出几个不看好的来。他这竟然在 TT 上市之前就计划去做空。你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总而言之，我信他。就像之前特特拉的刹车失灵事件刚出来时，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普遍大众都认为这对特特拉的股价波动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可他确实毅然决然地选择孤注一掷去做空特特拉，而最终结果是特特拉的股价暴跌4成几。还有之前老美在中东挑衅搞事时，全世界都认为战争会打起来，一哥竟是把手中的原油期货全都抛了出去，因为他笃定老美不敢对中东发动战争，而结果也不用我多说了，他还真有这种料事如神的本事。他的远瞻观以及思维分析跟咱们不在一个维度上，该说的我说了，不该说的我也说了。还是那句话，再大的经济损失都比不上你连累到老爷家。如果换作是我会立马抛掉 TT 的股份，立马脱离董事会，立马让自己跟 TT 划清界限。叶成英没有马上应声，而是就这么对视着李海滨，许久片刻后，这才一咬牙：“靠，这一次我相信叶松。”